我母亲身姿曼妙，且面容绝美，活脱脱一个富家千金的模样。若非我外公的坚持，我父亲那等凡夫俗子又怎能轻易娶到她？他们夫妻间虽然表面上始终维持着和谐的婚姻关系，但实则是相敬如宾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今天是例行回老宅团聚的日子，我紧紧握着母亲的手，一同踏入那座充满历史的大宅。因为我知道宋老夫人绝非善茬，我得护着母亲。刚踏入正厅，鼻端就涌入一股刺鼻的中药气息。我皱着眉头望去，餐桌上赫然放着一碗深色的药汤。宋老夫人下巴微抬，对我母亲说：“这药你得喝下去，1天3次，张妈会给你送去。”她又补上一句：“都结婚这么久了，肚子还没动静，能不能生啊？成天忙碌，女人最重要的还是为家族延续血脉。”母亲优雅地坐下，对宋老夫人的话充耳不闻，只是轻轻敲着桌面：“这药留给你儿子可能更合适，生孩子不是我一人的事，先让你儿子去查查吧。”老夫人面色骤变，半天才憋出一句：“你说话太粗鲁了。”见说不过我母亲，她又指向我：“不给我们宋家留后，就别想让这个外来的孩子进家门。”母亲脸色一沉：“不需要你们费心，这孩子我养得起。”宋老夫人对我带着母亲嫁进来一直心存不满，她总是找机会挑剔母亲，还想继续唠叨，却突然眼神一亮，因为张妈领着人进来了。我转头看去，张妈偷偷看了我母亲一眼，有些犹豫地说：“夫人，宋先生回来了，还带了个客人。”我往他身后一看，哟，原来是我那常年在外的父亲，还带了个白衣女子。这是灵珊，刚回国，先暂住这里。父亲说的理所当然。我打量着这女子，这就是父亲念念不忘的白月光，看着柔柔弱弱的，论相貌身材都不如我母亲。原来父亲的眼光这么差。哟，是珊珊回来了，怎么也没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张妈做些你爱吃的菜。几年不见，珊珊变得更漂亮了，也有气质，比某些人不知道强多少。宋老夫人拉着灵珊的手，嘘寒问暖，从头大脚打量了一下，脸上的喜色藏都藏不住，话里话外还要拉踩一下我妈。也是，以前她就希望灵珊嫁给我爸，只是没想到灵珊最后选择了出国，我爸一蹶不振，才同意了跟我妈的婚事。伯母，我国外进修完就回来了，得打扰您一段时间了。灵珊一边甜甜地回答，一边斜眯着眼睛瞅着我妈。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。我走到我妈身边，握住她的手，只要她敢欺负我妈，我就上去撕烂这个女人的嘴。我妈气定神闲地坐在座位上，眼神都没给他们分一个，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，快坐下吃饭。就坐着，宋老夫人直接将那个女人的座位安排在我爸的旁边。宋琛还不给珊珊夹菜呀？看着这一家人，我只觉得恶心。而我爸一整晚眼神都在那个女人身上。灵珊跟我爸说说笑笑，交口贴耳的画面格外刺眼。这顿饭我都没吃2口，气都气饱了。晚宴后，我妈直接拉着我的手离开。我问我妈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我妈却笑了，她说：“委屈啥？我们很快就自由了。”这些年，我妈一直在发展自己的事业，从没依靠过我爸。她总跟我说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女人要有自己的底气。她拼命进修学业，早就拿到了全球前3学府的毕业证。她努力创业经营，现她名下的产业遍布全国，能抵上几个宋家。
他还不忘做慈善。这些年资助贫困学生，建福利学校，让偏远山区的孩子都有学可上。而这些我爸他们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不曾去了解我妈。我爸一直觉得是因为我妈的缘故，才害得他不能跟灵山修成正果，所以从结婚后他就没拿正眼对待我妈，甚至可以说是彻底无视。而宋老夫人觉得我妈是图我爸的钱，说我妈未婚先孕不清不白的，不配嫁入宋家，一直极力反对这门婚事。出门交际他从来提都不提我妈，总觉得是我妈让他丢脸了。他们都把我妈当隐形人，只有我爸的白月光屡屡在我妈面前刷存在感，总是通过各种原因把我爸召唤走。今天这不舒服，明天那不舒服。我爸又不是医生，但他每次都眼巴巴地赶过去。我妈生病的时候，从来没见他这么殷勤过。那个女人则会在我爸赶过去的时候，给我妈发短信炫耀：卢云，你比不过我的，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有什么用？该是我的位置还是我的？宋琛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，你不过是他用来气我的工具人罢了。卢云，宋琛今晚又在我这，你看看你，呵呵。看着这些没皮没脸的话，我暗暗在心里感叹，从没见过这么白的白莲花，真是出淤泥而不染。不过这些我妈从来都没放在眼里，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，就任由他这么嚣张，这样欺负人吗？我问我妈为何不反击，给他一点教训，或者直接揭穿他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派。我妈淡淡一笑，顺手就给灵山回了一个。不得不说，我妈气人是有一套的。我妈努力创业的同时，也没落下对我的培养，不管她干什么都带着我。渐渐的，我的眼界也逐渐开阔起来，不再局限于女人间那点攀比跟争风吃醋上。很早之前，我妈就问过我长大想做什么，那时候我想来想去，也不过是想多吃2碗饭，以及不想嫁给我爸这样的男人。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想得很明白，我想像我妈那样做一个自立自主的女人。这2年我拼命学习，不敢有半分懈怠，因此我在别的小孩还在上小学的年纪，就拿到了名校的录取通知书，还可以帮我妈处理一些日常的公司事务。我庆幸我妈当初收留了我，不然我现在可能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吃不饱穿不暖，总之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自在洒脱大方。这天当我陪我妈妈在公司处理事务的时候，我手机上收到了新闻的热门推送：豪门宋家疑似婚变，宋琛陪小三医院产检。我心头一紧，接着往下翻，原来是我爸陪白月光去医院，被随行的狗仔拍到，直接爆了出来。画面2人相互依偎的身影，以及就诊科室是妇产科。我想把手机藏起来，不料已经被我妈看见了。她瞄了一眼我手机，然后就收回了目光，眼中已经毫无半分波澜。我有点猜不透我妈的心思，轻声说：妇产科又不是只有产科，这些无良媒体惯会胡说八道。她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孩子家家的，不用操这个心。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发现我爸跟他的白月光已经在家里等着了。见我们回来，我爸扯了扯领带，有些烦躁地朝我妈开口：孩子是我的，我已经让人撤热搜了，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。我眼皮一抬，还真怀孕了呀！白月光刚回来，2人就迫不及待搞上了，不会有诈吧？紧接着灵山从我爸身后挪了出来，只见他抹了抹眼里并不存在的眼泪，红着眼眶，委屈兮兮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云云姐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忘不掉琛哥哥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
说完便摇摇欲坠的样子。见如此，我爸连忙扶住他：“珊珊，你有孕在身，大夫都说了要多休养。还有卢云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宋太太位置本就应该是珊珊的。”我妈实在是有点受不了这两人了，冷冷开口：“有病就去治，滚！”灵珊仿佛遭受了打击一下，跌倒在我爸怀里，小声啜泣：“都怪我不好，我以为姐姐不会在意的，我以为姐姐会理解我的，毕竟姐姐当初不也带着小孩嫁过来的吗？姐姐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争别的，我只要琛哥哥就可以了。”灵珊这几句表里表气的话，意思都在说我妈当初带我嫁进宋家的事儿，也激起了她对灵珊的保护欲。她有什么资格介意？当初也不知道是跟谁的野种，不清不白的。要不是当初老爷子非逼我娶她，谁愿意跟她结婚？这一切本来就是你的，是他抢了你的位置，不该争的那个也应该是他。他们一直都觉得我是我妈跟别的男人生下的野种，一直拿这个来攻击我妈。可他也不想想，那时候我妈才多大年纪呀，怎么可能呢？可他们从来不愿意好好的听我们解释一句。只要云云姐你能消消气，你打我骂我都行。他敢打你一下试试？卢云云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！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老哥，我妈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，你们俩在自演自嗨啥呢？有这才艺去唱双簧不行吗？真糟心！原来我爸不仅眼瞎，还脑子有病，有大病。灵珊话里话外一直试图在刺激我妈，可我妈依旧不为所动。我盯着灵珊，就连我都感觉到了一丝丝诡异。这白月光怕不是打算整什么幺蛾子吧？见我妈仍然不理他，灵珊突然走过去拉住我妈的手：“云云姐，求你了，求你把琛哥哥还给我吧，我不能没有他，孩子不能也没有爸爸呀。”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只见他使劲拉着我妈的手，我妈的手已经被他握得通红。我正要上前去将他拉开，就看见他拉着我妈的手猛地一甩，然后向后倒去。我就猜到这个白月光想要搞事情，可还是没来得及阻止他。正当我急得不行的时候，下一秒却发现白月光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一把椅子上，小心肚子里的孩子，坐稳，别摔着了。原来我妈早有准备，也是我都能看出来的，我妈还能看不出来吗？毕竟在场瞎的只有我爸，所以在灵珊准备往后摔的时候，我妈一把勾过旁边的椅子，顺势就放在她身后。这一番操作将灵珊直接整懵逼了，这怎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？她面色怪异地看着我妈，而我妈趁她愣神的功夫，早就退得离她1丈远。我暗暗给我妈竖了个大拇指。灵珊眼看着用计失败，暗瞪了我妈一眼，就装肚子疼想拉着我爸离开。等等，还有事没干完呢，离婚协议不是都准备好了吗？我妈突然开口叫住了这两人。看着我爸一脸心虚的样子，我就知道我妈猜的没错，心虚归心虚，但她的动作没有丝毫犹豫。我爸直接从包里翻出2份离婚协议，递给了我妈。我妈伸手接过，随意翻看了2眼，就爽快地签了字。我妈毫不留恋的样子让我爸有点不太相信，愣愣地看着我妈，嘴唇动了动：“你不再看看了？没啥想说的吗？”我妈拉着我回房间，听见后扭过头：“哦，那就尊重祝福，请锁死。”回到房间里，趁我妈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迅速拿起手机，将我的3个干爹拉了个群，然后在群里发了几句话：“腹胃空悬，先到先得，想当我爹的抓紧了，错过没有下次，机会只有一次。”我妈的动作向来迅速，一晚上就把我俩的行李收拾妥帖了，竟是说大也不大。
几个大家族都住在这个半月山的别墅区。才一晚上的时间，我爸妈离婚的事就传得沸沸扬扬，不用说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有人要急着上位了。平日里那些素来看不起我妈的，今天都来看热闹了。妈，门口车来接我们了。我妈直接安排了10几辆车，浩浩荡荡地停在门口。我妈点点头，开始有条不紊地安排大家搬运行李。这些年，我妈给我置办了不少东西，都得打包带走，一分一毫都不能便宜了宋家。看着东西陆陆续续抬出，门口议论声传开，旁边传来不少吐槽的声音。这宋家这么有钱呢，离婚了还能分这么多的家产？珊珊，你可盯紧了，这女人不会乘机把宋家的东西都搬走了吧？这时候，白月光挽着宋老夫人的胳膊出来了，一手还装样地扶着完全不显的肚子。我家宋琛大度，这些东西全当送他娘俩了。灵山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情，还带着藏都藏不住的得意。我妈正忙着，头都没抬一下，懒得理他。但我闲着呀，我才不会惯着他。我当是谁在叽叽喳喳的，原来是携子上位的白月光啊！那您这胎可得坐稳了，别再到处碰瓷了，摔出毛病来可不好了。还有这些都是我妈自己置办了，没用过你们宋家1分钱。不要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。白月光指着我，你个小野种说什么呢？我双手叉腰，我说什么你心里有数，不知道是谁要害我妈没害成，你们都当心点吧，别被他缠上了。白月光脸色变了又变，最后只能狠狠地瞪着我。周围围绕的其他人许是没想到我这个野种还敢这么跟他们说话，一下子被我镇住了。有些聪明的人已经从我的话里听出来不对，再看向灵山的眼神都带着一丝丝警惕。正当白月光还想说啥的时候，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，滴滴滴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别挡道啊！原来是有3辆车直接将路口堵住了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谁都不肯让步。看见这动静，我嘴角一咧，来了。我妈哪还能猜不到我背着她干啥了，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。我妈不在意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但我受不了这口气，特意安排了这个大场面，让那些看不起我妈的人都被狠狠打脸。吵闹越来越近，最后竟是3辆豪华至极的车并排开了进来。云云，我们来接你回家了。看着面前的场面，我有点无语。我这3个干爹还真是，只要是跟我妈有关的事情，他们都能把头争破。头一晚刚收到消息，他们立马连夜赶了过来，生怕自己落了后。这都谁呀？卢云家的那些穷亲戚，怕不是为了面子找人雇来的吧？还有这半月庄，现在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人群里有个自称是灵山闺蜜的女人，扑哧笑了一声，觉得我妈是在虚张声，但她很快被其他人拉了一下，让她仔细看看车标跟车牌。接着，其他人也纷纷注意到这些人的来历不凡。然后车上的人开始陆陆续续下来了，竟然是全球影帝盛江，票房过1000亿！我的天啊，竟然在这里看到了盛影帝！人群里传来一阵阵惊呼。没办法，盛江的粉丝群体太庞大了，老少通吃。第二个是医疗界大佬林晨，这么重要的人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的一场手术价值1000万。能活死人肉白骨，被称为是医疗界的神话。前面2位都这个档位，那中间那辆车的人岂会差的了？到底是什么人？最后一位，车门被打开，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搭在车门上，再接着是来人的全貌。周围瞬间安静，只剩下大家吸气的声音。有人喃喃自语：全球首富贝。
称跟着我3个干爹来的，还有不少记着，将他们4个团团围住。对，这3个都是我干爹，并且是争着抢着想当我亲爹的人。白月光跟宋老夫人显然已经被面前这4个人镇住了，毕竟这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他们想攀都攀不上的人，而这3个人却走到我妈面前，用温柔的不能再温柔的语气，生怕把我妈吓走了一样。云云，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妈看着眼前这4个人，神色复杂，叹了口气，无奈说道：你们呢？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怎么收场？走吧。分别几年，我还以为我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，没想到我妈还是一如既往的缺心眼。我妈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小时候我妈身体不好，总是体弱多病，大师说我娘命硬的见养，于是我妈的爸妈，也就是卢老爷、卢夫人，就把我妈送到了乡下，从此不管不问。正常来说，没家人照拂，我妈有体弱，活不活得下去都不好说，却没想到没了家人约束，我妈在乡下反而吃得更开，一双手一块地，我妈活得自由自在，身体反而愈发好了。我那3个干爹加上我，都是被我妈在乡下捡的。先从我最小的干爹说起，也就是盛江，我喊他盛爹地。盛江是全球影帝，他的戏从国内排到国外，不知道拿过多少奖了。别看他现在人模人样的，还有成千上亿的粉丝追着喊他老公。其实当年被我妈拿笤帚不知道揍过多少顿，因为盛爹地不爱学习，作业不做，上学老翘课，3天2头被老师请家长，我妈揍了不知道多少次，最后什么法子都使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盛江虽然学习不太好，但他酷爱表演，爱模仿。小时候看电视，他总是能学得像模像样的，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。就这样，我妈把他送去学了表演，走了艺考的路子。对了，我盛爹地是有亲人的，我妈捡他的时候，他跟家里闹矛盾，离家出走，阴差阳错跑到了我妈住的小桥村里，差点饿死。从艺考之后，他就被家人接走了，所以他们家人对我妈一直都很尊重。我妈在村里这些年，他们暗暗帮了不少忙。我的第2位干爹，也就是林晨，他是个孤儿，从小父母早亡，靠村子里的人家接济才得口饭吃。于是我妈也把他捡了回来。把他带回来那天，他小小的一团，特别乖巧。我林爹地太渴望有个家了，所以遇见我妈这个太阳时，便再也舍不得离。跟我盛爹地调皮捣蛋的性格不一样的是，林爹地从小就乖巧懂事，也爱学，并且他脑子好使，能过目不忘，是读书的好料子。我妈让他去上学，他却嫌学费太贵，怎么都不肯去。于是我妈同样给了他一顿狠揍，最后威胁他不去读书就不认他这个弟弟。他哭着跪在我妈脚边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妈说，只要别赶他走，让他干啥都行。就这样，林晨一路从小学初中读到了博士，到后面出国留学，学成归来时，我林爹地已经成了全球顶级的医疗大佬。经他研发的项目，让无数人免于病痛，获得了生的希望。他的手术预约有价无市，多少人排队重金聘请，而我林爹地每年必会留出一些时间去做免费的医疗援助，给需要的孩子带去希望。最后说到我排行第1的干爹，全球首富傅北城，我傅爹地现如今身份尊贵无比，气势逼人，其实那就是个芝麻馅。在外人眼中，他是高高在上的顶级霸总，是黄金单身汉，也是名媛千金，做梦都想嫁的人。但这么个人，
在我眼里那就是个事儿精。我父爹地有洁癖，还特别二逼。我妈捡到他的时候，他被人重伤，倒在村里的小河边，是我妈给他救回来一条命来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妈给他熬了一碗小米粥，他说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难喝的粥，气得我妈直接甩碗走人，爱喝不喝，谁惯的他？我父爹地不愧是排行老大。捡回去后，我妈发现这个人虽然事儿多，但脑瓜子确实好使，读书也不比我那临晨爹地差，并且头脑灵活，眼光独到。在他的熏陶下，我妈的眼界思路拓宽了不少，只要是他看中的股票或者投资，就没有走眼过。就这样，我妈也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，才有了之后创业的资本。3个爹地中，那另外2个都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每次都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。不过我父爹地这些年也过得非常不容易，听我妈说起才知道，当年我父爹地是被自家兄弟下的毒手。父爹地从我家走后，用雷霆手段收回了家族财产，拿到了掌控权。人人都说他手段残忍，为人冷血，只有我们知道，他曾经也是多么渴望亲情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妈轻轻戳了戳我的脑袋，让我回过神来。我们现在住在半月庄的另一栋别墅里，这是我盛江爹地名下的。因为我们的东西太多，加上我那3位爹地闹出的动静太大，而这里正好离得近，就先安排在这里了，懒得往别处再搬。这让盛江爹地很激动，官之另外2位爹地就没有这么开心了。是不是你跟他们3说的？消息这么灵通？我妈揪起我的小耳朵，眯着眼睛问我。我连忙朝3个爹地求助，给他们使眼色。一旁的3个爹地连忙岔开了话题，吩咐下人将饭菜端了上来。先吃饭，吃饭，都饿了吧？我眼睛一亮，摆上来的这些都是我跟我妈爱吃的。我妈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，吃吧，等下再收拾你。呼，这一关总算是过了。饭桌上，我3个爹地一直给我妈夹菜，争先恐后，一幅幅摇着尾巴孔雀开屏的样子。我捂住了脸，简直没眼看。我妈看到眼前几个人，也许是这2年心态被磨平了不少，默许了他们的行为。她叹了一口气。饭后，我那些爹地们一个个都赖着不走，都想跟我妈说说话。最后还是我那首富爹地财大气粗，直接包场了一家电影院，请我们去看电影。我妈无奈，只能答应。于是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电影院，首富爹地特意清了场，偌大的电影院就只有我们几个人。首富爹地特意选了一部爱情片，美名其曰让我妈好好放松放松。我妈拿她没办法，只能由着她去了。电影播到一半，我首富爹地就慢慢移动，坐到了我妈身边。我跟另外2个爹地坐在他们后面，将他们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。只见我那首富爹的慢慢将头靠向我妈的肩膀，然后就被我妈一巴掌给拍开了。好好看电影。首富爹地摸了摸头，委屈巴巴地坐直了身体。我跟另外2个爹地在后面看的差点笑出声，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想当年，首富爹地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物，现在竟然变得这么怂。电影结束后，首富爹地还想邀请我妈去共进晚餐，但我妈以累了为由，想要回家休息。首富爹地只能作罢。另外2个爹地见状，也用各种理由离开。于是最后又只剩下我跟我妈2个人。回到家后，我问我妈：妈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对那3个人就没有一点心动的吗？我妈正在收拾东西，听到我的话后，手上的动作一顿，她叹了口气，
然后坐下跟我讲了他跟那3个人的过往。当年我妈救了他们3个后，一直拿他们当亲弟弟看待。虽然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，但他一直扮演着长姐的角色，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。他们3个也对我妈非常依赖和信任，把她当作最亲近的人。尤其是首富爹地，他曾经遭受过背叛和伤害，所以对我妈的善意和温暖特别珍惜。他曾经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跟我妈在一起。医疗大佬爹地则是比较含蓄的人，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，但他会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和支持我妈。他曾经说过，只要我妈需要他，他就会一直陪在他身边。而影帝爹地则是个比较感性的人，他对我妈的感情一直都很直接和热烈。他曾经在酒后向我妈表白过多次，但每次都被我妈拒绝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我妈，希望有一天能够打动她的心。所以你对他们3个都没有感觉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我妈叹了口气说道，我对他们的感情确实很深，但那是亲情而不是爱情。我一直都把他们当作弟弟看待，而且我现在也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事情。听到我妈这么说，我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毕竟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几天后，我们3个干爹都陆陆续续离开了，他们都有各自的事业和生活需要继续。在离开之前，他们都向我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和祝福，希望她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。而我妈也只是微笑着送别了他们，并没有给出任何承诺。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我妈也逐渐从离婚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她开始重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而我也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起来。虽然我现在还在上大学，但我也想要像我妈一样，成为一个独立、坚强、有能力的女性。所以我开始努力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，并且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和社团组织，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。在我跟我妈的努力下，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虽然没有了男人的依靠和支持，但我们依然可以过得很好很快乐，因为我们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和希望，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挑战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他自称是我妈的老朋友，并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原来当年那个负心汉父亲并没有死，而是被人救了起来，并且隐居了起来。现在他想要见见自己的女儿和我妈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跟我妈都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。那个负心汉父亲竟然还敢出现，他当年抛弃了我们母女俩，并且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务，让我们吃了很多苦头。现在他竟然还有脸回来找我们，真是不要脸到极点。我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并且让他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但是那个男人却并不死心，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并且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接近我们。他甚至还找到了我的学校，想要通过我来接近我妈。这让我感到非常恼火和不安，因为我不想让这个男人破坏我跟我妈的平静生活。于是我开始采取措施来防范他的接近，例如加强安保措施、更换手机号码等等，同时还向警方报案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。然而那个男人却并不想就此罢休，他依然不断地试图接近我们，并且采用各种手段来威胁和恐吓我们。这让我感到非常担心和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直到有一天，
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他，他试图拉住我，并且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我感到非常害怕和愤怒，于是我用力挣脱了他的手，并且大声呼救。幸好路过的人听到了我的呼救声，及时赶来救了我。那个男人见状，只能落荒而逃。回到家后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妈。她听到后非常震惊和愤怒，决定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和隐私。于是我们联系了专业的安保公司，加强了家里的安保措施，并且向警方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信息。同时，我们也向身边的朋友和邻居寻求帮助和支持，希望能够共同防范那个男人的接近和骚扰。在我们的努力下，那个男人终于被警方抓获，并且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我们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和安宁，再也没有受到过任何骚扰和威胁。这段经历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亲情和信任，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们都会携手共进，勇往直前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